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下午官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应王毅邀请，周三起访华3天。那您对此访有何前瞻呢？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美方高度重视，境外媒体舆论呢也是高度关注的一次访问。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与国安会的中国事务主任贝沙兰刚刚结束访华，很明显，康达一行就是为布林肯任内再度访华来打前站，而他本人呢也在此出现在布林肯的随访名单中。美方已经在上周末提前官宣了布林肯的访问行程与随行名单，并且呢由国务院高官向媒体做了专门的吹风。美联社昨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就强调，布林肯成为继耶伦之后又一位近期访华的高官，试图呢进一步来稳定双边关系。美国 CNN 电视台昨天的报道标题也特别指出，布林肯在全球动荡加剧之际访华。此前呢，布林肯与王毅通电话，主要呢就是在讨论中东局势。目前俄乌战争仍然在延续，而以色列与伊朗相互报复性攻击会不会全面失控升级，这呢也是关乎中东局势走向的最大的不确定性。上周末在意大利参加 G7 外长会期间，布林肯已经在为访华行程在提前造势了。他抛出所谓不能两头讨好的这种论调，试图来向中方施压，胁迫选边站队。布林肯就声称说，中方不能一方面希望与欧洲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助长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安全的最大的威胁。那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在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完全无视并且抹黑扭曲中国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持续劝和促谈的建设性的努力。当然了，布林肯在欧洲说这样一番重话，也是要挑动中欧关系，试图呢来利用欧洲的安全焦虑，在中欧之间打下楔子。他的底层逻辑简单粗暴，所谓非友即敌，绝无中间地带。与欧盟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你就不能和俄罗斯开展正常的经贸联系。那么你和俄罗斯进行互惠经济交易，那就等于是在资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布林肯此前呢，在参加慕安会的一番表态，更是毫不掩饰的所谓丛林法则，令到全世界都哗然。你不在餐桌上，你就会落在餐盘里。在我看来所谓不能两头讨好论，其实呢也是餐桌与餐盘说的一个延续，只不过呢是降低了调门。布林肯在欧洲的这样一番表态，也预示着在即将到来的对华访问中，不排除宾主双方会就一些个特定的议题展开激烈交锋。那么在布林肯的访华行程中，中美可能会就哪些议题展开交锋呢？就中方而言，台湾问题从来都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美国在台协会 IIT 主席罗森伯格上周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一场在线讨论中呢，就承认说，几乎每次美中高级别的互动都会自然地提出台湾议题。之前在华盛顿在和布林肯会晤时，王毅就明确告诫，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是台独，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台独。那众所周知，美国对外援助的一揽子法案上周六刚刚在众议院通过，其中涉及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的投票表决呢，在4轮投票中，赞成的众议员数是最高的，投票反对者最少。那么法案所涉81亿美元军事安全援助的大项，主要是流向中国台湾地区，因此呢，被不少美国媒体直接简化为所谓的台湾条款。参议院最快明天会就所谓的合并版本来投票，那这通过是大概率的事件。那么这无疑是国会山在中美关系第一道红线问题上的挑动与操弄，构成中美关系的又一个严重事态。我昨天呢在节目中曾经分析，中方绝不会听之任之，会以最严肃的方式向美方再度警告，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是台独，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台独。相信也一定会当面向布林肯提出严正交涉。上周在匹兹堡，美国总统拜登以钢铁产业工人作为人肉背景墙，扬言要对中国进口钢铝产品大幅加征关税。联系到美方高官近来频频炒作所谓过剩产能议题，不断在向中方施压。白宫呢也罕有的再起所谓301贸易调查，涉华经贸议题可能会在美国大选年里再持续发酵，
成为中美博弈的一个主要的承压点。当然了，布林肯他主管的领域并不是经贸，但是呢，中方在和他会谈时一定会就自身发展权利做出有力的重申。美国众院通过的一揽子法案中，还包括对 TikTok 强行剥离中资股东的条款。那么这就是明火执仗的强强行动。正如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美国演讲时所发出的一个犀利追问：中国不读美国书，但是呢，坚决反对以竞争来包装霸凌行径。美国有优势时就大谈自由市场，没有时就大搞保护主义，这还是公平竞争吗？相信在访华期间，布林肯一定会再次收到中方这样的主题信息。此外呢，美方近来全面推进印太战略，在中国周边采取一系列的涉华错误言行，拼凑美日菲这样的小圈子来强行搅局南海。今天规模空前的美菲肩并肩军演揭幕，首次呢将军演区域外推到公海海域，美方也首次在菲律宾部署中岛，对美方大搞阵营对抗、破坏亚太和平稳定的布局与动作，中方呢势必也会向布林肯当面表达重要关切。那么美方又有哪些主要关切？布林肯此访重点关注哪些议程呢？美方高官在吹风会上就强调说，美中高强度的竞争需要高强度的外交。我想这两个高强度就意味着美方也在判定布林肯这一次访华行程，他的气氛并不轻松。事实上呢，谢峰大使也刚刚在美国抛出灵魂追问：中美之间的确有竞争，中国人不怕竞争，但是呢，必须要公平公正。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如果美方在台湾、在涉港、在涉疆、在涉藏、南海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那么即使设再多的护栏，又怎么能兜得住中美两国关系的底呢？从布林肯上周在G7外长会上的最新的发难，结合美西方媒体舆论近来频频在造势，人为炒作所谓俄乌冲突与中俄经贸关系的议程，那这势必会成为美方通过此访对华施压的一个最大焦点。今天美国 CNBC 电视台的报道用了这样一个扎眼标题：布林肯将会在访问中就中方支持俄军发出警告。美国现在甚至已经有议员在炮制这样一种奇葩言论了：如果乌克兰最终被俄罗斯击败，美国应该去问责中方。这所谓的警告与问责，当然就是简单粗暴的美式霸权逻辑。他把中俄正常的经贸关系等同为中国对俄罗斯的军援，也将中俄关系推向中欧关系的对立面。这就是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阵营对抗的思维。